羊水破了，快走！至于头皮破裂大出血，紧急手术。感谢苏医生莅临我院进行指导。能与各位同行交流，是我的荣幸。欢迎。运气通风，你们不要命了！5个月缓起剥裂，手术风险非常高，快请专家！快去啊！我老公不会发现吧？不会的，这里是第2医院啊，不是市中心医院，好吗？是的。苏主任这边请。这边呢是咱们的导诊台。苏医生，这边有人运气同胞大出血，这个手术只有你能做。快，赶紧安排手术。老婆，没事的啊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立马结婚。好，我们结婚。医生，你可算来了，快救救他啊！医生，求求你了，来，走。医生，快救救他！老婆，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婆和孩子，只要你能救他，不管多少钱我都给你。他是你老公？对，他是我老公。这也怪我，没轻没重的，害得你变成这样。现在知道后悔了。寻刺激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他的身体啊？医生，我不怪他，是我没忍住。也怪我，也是你太诱人了，实在没忍住。出去，别干扰我手术。出去！快点啊！医生，我看你很熟悉的样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跟他家属说，避免让他情绪激动，不然伤口2次破裂会危及他。好。我竟然在医院抓到老婆出轨，而他因为我戴着口罩没能认出我。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你叫那个人老婆？哎呀，我知道孕期同房不对，我就是太爱她了。让开！啊！我去洗手间。哎，你快去快回，我老婆还需要你呢啊！就是这么爱我的我。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给我讲实话。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公司加班呢，忙着别烦我。真的是在加班吗？神经病吧你！挂了。10年的感情，换来的竟然是背叛。
月月，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，可别因为某些人害了我们的孩子。还是你懂我。苏然要是有你1/10好，我也不至于每天过得那么难。好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，肯定让你们如此幸福。什么班啊？你要在医院病床上讲？苏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医生，我看你很熟悉的样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他不可能是给我做手术的医生。你看什么？人家是我客户，我肚子疼，他送我来医院，怎么了？对啊，我们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那这张专业单你怎么解释？上面签的家属是宋飞，你他妈怎么解释？院长，苏主任到了，学术交流开始。苏主任早到了，还有病人家属出来做手术。什么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到现在才到。马上打开全院监控，围绕苏主任做上全程追踪，务必要将这次学术交流传递给更多人。是。院长，直播已经开启了。这是学术交流直播，不会有什么人看的。当然，又不是为了当什么网红。苏主任怎么和患者发生矛盾了？他可是我们特邀过来的嘉宾。这是病人和他的家属，他们怎么会来骚扰医生啊？别多说了，我们赶快过去看看，别让苏主任吃亏了。好。我去，有人抓奸！苏先生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你老婆的小三吧？真搞笑啊！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主动把绿帽子扣在自己头上。你闹什么闹啊？啊！我身体不舒服，人家把我送来医院做个手术需要签字，让他冒充一下又怎么了？怀疑人家还不感谢人家，是不是？现在人家道歉。你让我给个小三儿道歉？好了，不用你道歉，我配不上。月月，你能有这么一个无能多疑的老公，我替你感到悲哀。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你别走，苏然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给宋飞道歉。你要是不道歉的话，那我就去把这个孩子打掉。为了一个小三儿，要把我们判了10年的孩子打掉？那你到底道不道歉？道不道歉？我跟他家属说，避免让他情绪激动，不然伤口2次破裂会危及他命。好，我道歉。对不起。就这样，你还想怎样？道歉嘛，至少得有个诚意，最起码得……他妈的！老婆，你别吓我，你没事。苏然，你是不是非要气死我才甘心，连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都看不起你？现在给我滚出去！让我滚？要么滚，要么就给我滚出去！好了，算了，滚吧。怎么了？你还想看着月月肚子里的孩子出事儿？谁在抓我外孙？
飞一个，10年了都没让月月怀孕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，真不是个男人，还敢在这里撒野！阿姨，哎呦，小飞呀、哎，有空记得来家吃饭啊，好久都没看见你了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那么激烈干什么？那孩子保不住，我看你们怎么……哎呀，激烈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楚月出轨，只有我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妈，我看见他就烦，把他给我弄起去！是呀，阿姨，刚才你都不知道，他都把月月气得肚子疼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如果我走了，他和孩子都有危险。胡说八道！哼，刚才给月月做手术的医生非常专业，有他在，月月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。你他妈有什么关系？刚刚是我，你不会是要说，刚刚是你给月月做的手术吧？苏然呀，苏然，你连这种功劳都要抢啊？苏然，你还真是让我看不起你呀！哎，苏然，你还闹什么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想害月月跟他孩孩子？我没有。没有，你就给我滚！我不能走，月月没过危险期，我走了他不条的，放开我！你敢打我？苏然，你太过分了啊！敢打长辈，他是人吗？你杀了吗？谁打他了？苏然，我妈打你怎么了？你受着行不行？她是长辈，打你2下能怎么样呢？啊？对，打长辈是要遭天谴的。阿姨，刚才他是不是这时候？我帮你出气。你要干什么？做什么？费你这只贱手啊！现在给我妈道歉，这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你可别自讨苦吃。哎呀，道个屁的歉呀！他敢动手打我，就得教训他。哎，人家小飞都知道心疼我，你不知道心疼你妈呀？楚月出轨了，知道。原本我还想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忍一忍。没想到你……那怎么了？你知道能怎么样？就是出轨了，就是把你绿了，你怎么样啊？背你狗嘴！待会儿有你哭着笑。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是吧？主任，必须把他废了啊！这个畸形！为了孩子，我得忍一忍。楚月不能激动。好，我给他们道歉，对不起。现在道歉晚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要跟我离婚？就是离婚，而且你是过错方，你动手打老人，你得净身出户。我说了我没打你，而且出轨的人是他。咋了啊？知道你怎么样？出轨了就是出轨了，我们不光出轨，连孩子都是我的，哈哈啊！你们都知道了。楚月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女儿就是出轨了，那还不是因为你呀？谁让你不能生，让我女儿守活寡，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怀孕，哼，跟人家宋飞一次就怀上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是谁的问题啊？哎呀，苏然，我要是你啊，现在就跪下来谢谢我啊！我伤了你老婆，让你有了个孩子，至少你不会被人嘲笑吧？啊！混蛋！我掐死你！苏然，你给我住手！宋飞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！哎，怎么流血了呀？哎呀，我天哪！医生，快叫医生呀！哎，快，滚！医生！我马上去找刚刚的医生啊！不用找，就是刚刚的医生。都现在这种时候了，还要说一戳就破的谎言，你真的很让我看不起你呀！刚刚的医生技术非常好，有他在，月月肯定不会出事的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认为是你？那你说，刚刚的医生是谁？现在打听这个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故意捣乱？你是不是想害我的孩子？好你个没卵用的男人啊！你是不是想害我的外孙啊？滚！为了防止他搞破坏，必须给他长长教训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他刚才就是用这只手打着我的，先给他教训，然后我们赶紧去找医生。不行，我就是用这只手给他做的手术，我是唯一能救他的人。我看你是怕了吧？口出狂言啊！阿飞说的对，为了以防万一，
就废了他！别跟他墨迹了，赶紧教训他，然后去找医生。看见了吧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加上月月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就是一家4口，而你就是女儿。注意，恒志，你们会后悔的。看起你还怎么作妖啊！我现在就是啊！害你妈！要不是你想害我和阿飞的孩子，他为什么要废你之手？现在要赖就怪你自己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啊，你理这个窝囊废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看看流了这么多血，我心疼死妈呀！医生马上就来。快过来看看，赶快看看，赶快帮我了！他刚刚肚子疼，还流血呢。医生呢？刚才那个医生呢？不是不让患者情绪激动吗？不然大人和小孩都会有危险。对，都是我们的错，都是我们的错。赶紧把刚刚那个医生给我叫过来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啊！护士，你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他吧！现在不是能不能保孩子，你现在这样，你自己都不一定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护士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啊！我还不能死，你快去找刚才那个医生，快去找他！苏主任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，他能给你做一次手术，已经是医者仁心。你已经弄成这样，我肯定他不会再给你动手术了。这样，只要苏主任愿意过来给我们做手术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对，只要苏主任愿意救我女儿，你让我给他跪下都可以。我可以给苏主任打一个电话，但是他愿不愿意，我就不管了。苏主任，你原来就在这里啊！这位就是刚刚给你们动手术的苏主任，他是市医院过来的专家，有他在，一定可以救你的。不可能，不是他给我做的手术，不是他，肯定不可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和苏然联合起来一起骗我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那个废物！胡说八道什么？苏主任是市医院过来的专家，刚才病人的急救手术就是他做的，治病救人哪有骗人的？苏主任，苏主任，你的手是谁伤成这样的？有没有报警？妈，肚子疼，没事啊。大出血，很有可能要流产。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，估计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。我的手伤成这样，连手术刀都拿不稳。但是，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。安排手术。苏医生是来我院学术交流的专家，这种高危的手术只有他能做。不可能，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不是他，他怎么可能给我做手术？当时情况紧急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没有良心吗？楚月，你知不知道当时我有多痛苦？结婚10年的妻子竟然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而且我现在还要救这个私生子。苏医生，我现在给你叫医生，你手上的伤得马上处理。站长，你给他叫医生，那我女儿怎么办？苏医生的手是治病救人的手，他要是出了事，我们医院交代不了。不行，现在立刻安排人给我老婆做手术，快点！就是，苏然的手就受了那么一点伤，他怎么跟月月害他肚子里面的孩子相比？你们医院就是这样对待患者的吗？苏医生，先处理他的事吧。好。阿飞，我这孩子，我不会保不住了吧？没事的啊，那个小护士就知道胡说八道，明摆着是和苏然一起联起手来骗我。苏然那么年轻，怎么跟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医生比？他肯定就是吓唬我们。你
别担心啊，这个男人最是小心眼。楚月，我们就跟他离婚。希望你们一会儿别跪着求了，就算求我，也晚了。医生来，医生，你可下来吧，快救救他！是他这种情况我们无能为力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是个医生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你带他自己身上这根挂子吗？医生要实事求是，他说的是实话。苏主任不就在这儿吗？有他在还叫我们过来，真是多此一举，是吧？好了，先别管这个男人了。孕妇怎么办？你倒是说呀！我的手已经不能手术了，张医生，你看着办吧。你的手还在流血，红的，赶紧带苏医生去包扎。是，苏医生，你跟我来。你们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啊？要是我女儿跟外孙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们医院得负全责。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苏然在故意报复我们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好好做手术，要不然我们手术怎么刚做完又出事了？肯定就是苏然，这个男人最是小心眼。如果我女儿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够了！要不是苏医生，患者连命都保不住。不说这些了，赶紧送去抢救室吧。胎儿情况十分不稳，恐怕是保不住了。他妈说什么？除非苏主任出手，苏主任是最好的医科生手。我现在只能给患者注射缩宫术，稳定病情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啊，说！要么你们放弃孩子，我们努力保全大人；要么你们还是去请苏主任吧。行，你们现在立刻去给我找别的专家，一定要给我救老婆，听到没有？来不及了，外省的专家根本赶不过来，在海市只有苏专家能做。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没事啊，我现在就去找苏然，一定让他来救你。苏主任，你的手快伤到骨头了，要不要替你报警？不用，帮我出一份伤情鉴定报告，免得他们互相瞒着。对，他们一看就像惹事的主。苏然，告诉我，今天这个手术你必须去给我做。我一直跟我说我是他的主治医生，可你们怎么着？我不就轻轻扎了一下吗？能他妈有多痛？去，给我做。我手受伤了，做不了。苏然，你就流了那么一点点血，你至于的吗？大惊小怪的。你们母女无耻到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我的底线。你女儿出轨，孩子都不是我的，你们现在联合起来，把我手伤成这样，现在又命令我去救她。医者仁心，你连这点气都不有，当什么医生？我已经救过她一次，对得起我做医生的身份。小飞，别跟他说那些有的没的，赶紧去抢救室，月月还等着我们呢。你放手！你今天要是不救，就毁了你这个生命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救还是不救？我再说一次，我救不了，也不救。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生不了孩子，还想和月月肚子生的孩子吗？你当然想回家，身体不会出血。好劲爆，说的也是嘛。这不是实时交流的直播吗？发生什么了？问我啥？我为了支持你女儿的事业，按照她方式一次又一次的对你，我做了多少牺牲？她呢？转身就跟这个小白脸在一起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现在你们为了他，联合起来把我手伤成这样，说，到底是谁卑鄙无耻？啊！我说你怎么了？
就算他跟我说过，那是因为你无能。现在立刻你给我救人！这么炸裂的话，他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老公，你快看，这男小三太嚣张了，把人家绿了，让人家老婆怀孕，现在还让人家做手术。我去，这么点，那短剧都不敢这么演呀！我要把直播间分享去闺蜜群，让大家一起看这渣男的丑恶嘴脸。必须分享啊！你们今天就算打死我也不救。我的手被你们伤成这样，还怎么拿手术刀？就是一点小伤而已，忍一忍怎么了？能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比吗？月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看到苏然这副小人嘴脸？比起良心，这确实是小事。但是作为医生，动手术的手必须要稳。你们把我伤成这样，我怎么拿起手术刀？你这就是借口！我看你就是不想救我跟月月的孩子是吧？真他妈可恶！我不管，必须得救月月跟她肚子里面的孩子，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！大家快过来看呀，这个小肚鸡肠的男人，他见死不救！我今天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吃特效药，拿起动机也好，马上跟我去救人，走！走，快走，走！我不去。你今天要是不救我的孩子，我就打电话跟你妈说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。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得心脏病的妈妈。要是他知道心心念念的孙子是别人的孩子，我可不敢保证他会不会被气死。你妈心脏病发作，现在还在医院呢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就要看你这个好儿子孝不孝。你妈要是走了，你爸会不会也跟着去啊？楚月，我爸妈对你不够好吗？那你救还是不救？天啊，这不是楚经理吗？什么？快看，哎，还真是。楚经理是靠董事长才进的公司啊，现在还威胁大少爷必须给他和小凡的孩子做手术。哇，没想到楚经理背地里是这种人啊！楚月，要不是我爸，你能做到总经理这个位置吗？你这样做怎么在公司待下去？少拿你爸的威胁！苏氏集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，最起码有我一半的功劳。再说了，我们阿飞也要入职世界百强企业龙云集团了。苏家跟龙云集团一比，算个屁！苏家没有我，早就该倒闭了。女儿说的没错，你们苏家就靠的是我女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真自以为是，要不是苏董保着，他早就被动手给开了。就是，狼心狗肺，苏董对他那么好，我们不能让大少爷被欺负了。我现在就把直播间分享到其他同行的交流群里，我看谁还敢用他和他的男小三。对，直接断了他的后路。你，我妈的身体受不了一点刺激，当年不顾她的反对娶了楚月，我不能再做对不起她的事。再问你一遍，救还是不救？如果要是不救的话，我就让你妈给月月肚子里面的孩子陪葬。我就给你这个数：3、2、1。我救。既然你们都放心我去动手术，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去，怎么觉得苏医生是要搞事？他不会要故意搞砸手术吧？直播间这么多人看着，他可别留下什么把柄啊！苏然，我劝你最好公私分明，能保住我和阿飞的孩子，我出去就不对外面的人说这么多年我没能怀孕是你不行。苏然，你现在赶紧进去，只要你能保住孩子，算你功德一件。苏然，我已经把你录下来了。要是月月和孩子有什么事儿，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。哎呦，小飞啊，还是你聪明，要不然这个小子做点什么手脚，我们还真没办法。苏然这种小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
现在你可以手术了。等一等，他不能做手术。你又是谁？现在只有苏然可以救我外孙，他不做手术谁做？你少管闲事儿。他是我们医院的院长。陈院长，苏主任，早上我刚结束一台很重要的手术，没能第一时间招待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好了，素然，别在这耽误时间。这台手术，苏医生不能做。苏然他自己都同意了，他不做谁做？苏医生的手伤到了神经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们竟然还逼着他做手术？一个水果刀而已，怎么就伤到神经了？哟，我刚打开手机录视频，院长就来。你们说巧不巧？苏然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做手术，才故意通风报信，让院长过来阻拦的吧？别什么事儿都赖到我头上。我说过，医生的手需要我连手术刀都拿不起来，我怎么做手术？都是你逼我的。这手术你千万不能做呀！现在正在全网直播，万一手术要是失败，对医院对你那都会名誉受损的。全网直播？是啊，我只是想推广学术交流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你的事儿现在我们都知道，这世界万万也都知道了。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你们是不是阴谋被我们拆穿了？开始着急了呀？别以为你是院长就了不起！如果我女儿和我的外孙在你们医院出一丁点问题，我让你们医院身败名裂。要身败名裂的也是你们。我不管这个院长跟你说了什么，可是这个手术是你自己答应我要做的，你算不算什么？苏然，这个手术你要是不做，我就把这个视频给传出去，对外就说你见死不救。好，我做。苏主任，听我的，这手术不能做。陈院长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这手术我不得不做。你手伤成这样还要做手术，别人会说你乱来的。放心吧，我左手也能做手术，怕出现意外，我之前一直练习左手，左手做手术完全没问题。苏然，你既然能做手术，刚才摆什么臭架子呀？我看你就是想见死不救。还算你识相啊！就算你能做手术，那手术前也必须让他们签一份免责声明书。免责声明书？这是高危手术，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生任何意外，责任由你们自己负责，跟苏医生无关。他们果然没想好好给我们做手术。苏然啊，你还真是一个小人呢！这么多年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苏主任牛逼，竟然能左手做手术。院长也很明智啊，必须让他们签免责声明。对这人一看就不是善茬，得签。不行，这免责书不能签。要是签了，月月出现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上哪说理去？我愿意做这手术，是我考虑到你们不择手段，我担心我爸的身体。如果你们不签，这个手术我也不做。也不知道爸有没有看直播，他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怎么办呢？别怕，就算签了免责声明书又怎么样啊？我们手机里有视频，要是你和孩子出事了，我们就用这个视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没时间耽误了，要不然签就签吧。现在可以手术救我孩子了吧？你就不怕我拿着这免责书，让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出事吗？也不怕告诉你，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做自媒体的，我手机里的视频，一旦月月和孩子出了任何事情，我就能让你承受来自千千万万网友的网暴。那我倒想知道，到时候是你被网暴，还是我被网暴？你说的风里风气的，不会搞什么鬼吧？不怕，要是月月出了事，我就让她死无全尸。而且，就算她手术成功了，我也会让她身败名裂。苏医生，
子是无辜的。我宣誓，我将忠于医学事业，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献身。我将尊重生命，维护病人的尊严和权利。我将用我的知识和技能，为病人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。宣誓人苏冉。我是个医生。也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保，要是保不住，哎呀，这手术不是还没做完吗？急什么急呀？我们总得做最坏的打算，对吧？权衡利弊。哎，要是孩子没保，我们就趁机敲苏冉一笔，最好能把他的本分给要回来，否则要我干。你说的对啊，我们是得计划一下，最好是能把整个宿舍都拿下来。他们真是卑鄙无耻，不光出轨，还想把人家全部财产都弄到手。放心，这些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现在直播间热度这么高，他们的丑恶嘴脸大家都知道。就是不知道手术室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呢？哎，你看，现在网友们都在打赌呢。哎，你看，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孩子保住没有？苏医生真是厉害，你要好好谢谢苏医生。苏医生累得到现在都没缓过劲。那孩子就是保住了？怎么就保住了呢？我还想着敲诈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走吧。苏主任，你没事吧？院长，把直播关了吧。关直播，现在直播间的人数都已经超过100万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院长，这毕竟是学术交流直播，我不想占用公共资源。真不过了。你看，现在广大网友都很支持你，都想替你打抱不平。要不然这样，你离开医院，我们就把直播关了。也好，我能不能替广大网友问一下，接下来你是要跟楚月离婚吗？就算10年的感情，经历了今天这一切，我也彻底死心了。月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那个苏然有没有对你动什么手脚？接下来的几个月，你们俩可不许再乱伦了啊！一定要把孩子给我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知道了妈。月月呀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你暂时还不能离婚。苏然都已经知道我出轨，还和你有孩子了，而且我为什么不离婚？我现在看见他我就一肚子气。不是宋飞，你是不是不想负责呀？不是的，亲爱的，你想呀，我们能这么简单的放过苏然吗？这孩子生下来那就是苏然的呀，只要你不同意，哪怕他去做 DNA 都没办法。这个孩子可是苏家唯一的继承，那生下来，苏家可不就是我们孩子了吗？你这话说的对呀。哎呀，月月，你也得为我们孩子以后考虑啊。那他要是坚持离婚或者起诉离婚呢？那就让他净身出户，把苏家所有的股份都给你呀。阿姨这话说的太对了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现在不想看见你。事已至此，我们谈谈离婚的事儿吧。我大发善心，决定不离婚了，你不用谢我。说什么？我说不离婚了，你没事就滚出去。楚月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出轨的人是你，别轻太甚。嘿，你叫什么叫呀啊！我女儿不离婚，那是你占了便宜。你说你又不能生，还送你一个孩子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苏然呀，我要是你，就当做没发现我跟月月的事儿，忍一忍，不就过去了吗？闭嘴！楚月，这件事儿不是你说的算，就算你不想离婚，我也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果然呢，还是个小心眼儿的人。要想我答应离婚，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离婚可以，但你得净身出户，还得把名下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净身出户。楚月，是你出轨，该净身出户的人是你。哼，出轨又怎么样？我女儿出轨还不是因为你？谁让你不能生啊？要不然我女儿怎么会出轨啊？说到哪里去都是你的问题，你的那些钱呀，就应该赔偿给我女儿。就是啊，就答应月月了啊，要不然我跟月月联手，肯定让你们苏氏呀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以为我会怕你？你们别做梦。所以我是在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愿意净身出户的话，那我就会让你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哼，什么意思？现在医患矛盾那么严重，你说我要是传出去，说你是个庸医，一次手术不成，害得我们月月做了2次手术，又或者说流产了，他明明好好的，假如啊，我让他摔一跤，把孩子给流掉了，又把这一切怪到你的头上了，你别忘了，我手上可是有着你手术前的视频的，当时视频里面，你可是一脸不情愿，你说大家会相信你吗？楚月，你不是很在意孩子，你就是这么在意啊！孩子没了还能在意？宋飞又不是你，人家比你强多了。最好识相的净身出户，别把我给逼急了，到时候玉石俱焚。玉石俱焚？你们就这么肯定能栽赃到我头上？就是因为网友们喜欢吃瓜，喜欢网暴呀。大家听风就是雨，谁会在乎那些事实？他们只会同情我们这些受害者。是吗？那你们的如意算盘注定落空。哎呦，苏然，你怎么还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？疯了！苏然，哼，你当医生当傻了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运营。如果我愿意的话，能让你们整个苏家全都完蛋。你就这么肯定？月月出轨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根本没证据。但是呢，月月如果流产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事实。你说谁会相信一个母亲会流掉一个判了10年的孩子来冤枉你呢？对呀，说的对。人怎么可以不要脸到这个程度？小发财了，他知不知道自己现在说的话将会是呈堂证供啊？继续作死吧，我都录屏了，休想陷害苏医生。那我可提醒你，你的子宫内膜很薄，怀孕本身就不容易，如果流产，很难再孕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！我女儿的身体一直都很好，这么些年怀不了孕，明明就是你的问题啊！苏然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这种谎话你竟然张口就能说出来，哼！好了，不用跟这种人废话，他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们跟他慢慢玩。行啊，既然你们不信，那咱们走着瞧，别到时候坐牢的坐牢，流产的流产，啊，还有你，最后连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。你，我已经给过你1次机会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哦，儿子，我们看到直播了。那我妈呢？她还好吗？都是你爱吃的菜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早就应该听你们的话。我早就说过，楚月这个女人心术不正，小心思太多。现在知道了吗？这些能不能不说了？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。楚月，真是没良心！当初她身体不好，怀孕会有危险，是你一直帮她补身体，坚持不备孕，让你一直被外人说不行。她想要树立女强人人设，就连工作都是你爸安排的，
那些资源都是你爸偷偷给他的。哎，现在他居然这样。孩子不是我的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没事，看清楚他也好。我和你爸身子还行，我们等得起，你再结婚生子。垂头丧气，像什么样子？错的又不是你。记住，永远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明天负责去公司，我让他好看。今天怎么回事？上班时间围在一起干什么？滚回自己的工位去！拽什么拽？什么东西？兄弟们，最新消息，今天渣女来上班了。昨天的瓜还有后续，谢谢前线记者。这里怎么还有人来？这不是说一声他爸的公司吗？苏董就应该把这种败类开除了，给他儿子撑腰。兄弟，我要看这渣女被开除，不然吃不下饭。苏董让你去办公室一趟，请吧。爸，别叫我爸，听着恶心。苏然不会把事情都告诉他爸妈了吧？我还想拿苏氏企业的股份呢。你被开除了，马上给我滚！我去，这大快人心啊！你渣女终于被开除了。开除好了，这种渣女不光出轨，还怀着小三的孩子，还想着天天家产，不是活该呀！开除我？苏然跟你说什么了？还有脸提我儿子？要不是他当年每天求着我，你会在我的盛远集团当总经理。现在我只是把不属于这里的垃圾清理出去而已。我这10年就没有为你的盛远创造一点价值吗？没有我，你的盛远能变得比现在更好吗？给我滚！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失去我是你盛远的损失。你这是找到下家了吧？对呀，有好多家公司都在挖我，我现在留在这儿就是给你面子。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你啊，蛇蝎心肠，还狂妄自大，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的笑话。开除我可以，那我来跟你算一个赔偿。我来公司10年了，按照劳动法，你得赔我11个月，再加上我现在是孕妇，你得赔我2倍，也就是400万。400万到手，我马上就走。哎呀，真是想到拉屁股开了眼了！我的天哪，真是3观炸裂，居然还有脸要赔偿！你出轨啊，还怀着别人的孩子，居然有脸跟我要400万的赔偿！你要是不给我，那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我想公司也不敢上法庭吧。400万到我的账上，咱们就好聚好散。不然我就出去造谣说盛远偷税漏税。我这个总经理说的话，盛远的股价会大跌的吧？老东西，你敢跟我斗？董事长，你没事吧？通知保卫处，把他给我抓出去！是。兄弟们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可是孕妇。你已经被开除了，这儿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开除我！我在公司干了10年，先给我赔偿。赔偿我400万。赔偿1个字都没有。不赔。那我就到网上去告诉网友，公司的这些脏事儿，我一个女人还是孕妇，这叫弱势群体，他们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，你就等着被网暴了。你尽管去告。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看他就像一个跳梁小丑。快，给我赶走！放开，我自己走。你这破地方我还就不待了，外面有的是公司要我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跳槽到你盛远的对家。喂，王总啊，你上个月说挖我的事情，我决定了，我这就……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请不起你这尊大佛。
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哈哈，笑死我了！王总干得漂亮，别说王总，我估计所有人都不敢用它。苏远山，是你这个老东西搞的鬼！你别以为你能只手遮天，我还有其他的下家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打不通啊，兄弟们！儿子，你看，楚月他活该。一场直播有上百万人观看，还是直播榜第1。现在网友们都盯着他呢，大家都会跟你证明的，你别怕。妈，我准备回家拿点东西，然后跟他办离婚，彻底断绝关系。早点离婚也好，免得这一家吸血鬼一直缠着你。好。真不错。阿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和孩子吗？准备搬过来照顾你。反正这个苏然也要离婚了，刚好让位置。月月，这些啊都是小飞给你带的营养品。还是你对我好，不像苏然一家子气。不然又怎么了？苏远山那个老东西把我给开除了，他还从中作梗，让之前跟我谈好的人现在都不理。这个老王八蛋！你要是入职了龙云集团，可要把我也带进去。放心吧，月月，等我入职了龙云集团，我定要让他们苏氏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对了，月月，我在你卧室看这条玉牌还挺好看的，我这拿走了，你应该不介意的吧？这是苏然的东西，他还挺宝贝，平时都不带。哦，我看这个玉牌玉质还挺好的，给他也是浪费了，反正他也有个女朋友，他的东西，哎，不就是你的东西吗？我带着也正好。哎呀，不就是一块破玉佩吗？小飞喜欢戴就戴着啊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们月月，跟那个苏然有什么关系啊？伯母说的对，我们不光要他的玉牌，还要他的这个房子，最好把他股份也给抢了。说的对，就不能让他们一家子好过。就是。楚月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苏然，还有脸回来呀？怎么是来看我们一家人幸福的样子的吗？你们真是不要脸！不要脸？到底是谁不要脸？你们家现在辞退我，那才叫不要脸！谁让你动我东西？给我！哼，谁说这是你的东西了？现在是我的，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遗物，把它还给我。一块破牌子而已，你闹什么闹？再说了，死人的东西，阿飞肯带，就是给你面子呀。这不是破牌子，这对我来说很珍贵。还有，我凭什么给他脸？他有什么脸带得起价值200万的玉佩？你少在我女儿跟前咋咋呼呼的，别吓着她的肚子里面的孩子。200万，这么贵？再说一遍，把玉佩给我。月月，这个苏然还真是不给你面子。你都要净身出户了，这玉牌就是我的，那我给宋飞又怎么了？谁说我要净身出户？这个玉牌是我的财产，你们这种行为属于偷窃，属于抢劫。我看你计较的不是玉牌，是你看不顺眼我对宋飞好吧？就是，苏然，你还好意思回来呀？哎，你不会是哭着回来挽留我女儿的吧？真是搞笑啊！我为什么要挽留一个出轨的人？苏然，就算我女儿出轨了，那也是你高攀不起的。别忘了，你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医生，我女儿可是众多公司抢过头的女强人。这癞蛤蟆就别再想吃天鹅肉。众公司抢，楚月，你没跟他们讲吗？嘿，苏然这话什么意思啊？
都是他捣的，他跟他爸联起手来搞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想要找到工作，轻而易举。是吗？那你给王总打电话，人家为什么把你拉黑了？你就没有想过这背后有其他原因吗？王总的公司跟苏氏是死对头，苏远山根本就无法插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我说不止王总，你想去的所有公司都不要你信吗？苏然，你到底在背后搞什么鬼？你给我说清楚！都这个份上了，你们还不知道？行吧，其实啊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……月月，别听他在这故弄玄虚的，凭你的履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？那个什么王总，肯定就是个意外。我相信你啊，不仅能找到工作，而且还能升职加薪呢。也是，你也没本事让全行业封杀。好了，别在这故弄玄虚了，让我看不起你。行，既然你们都不行，那就走着瞧。现在赶紧把玉牌还给我，否则我就报警。这么一点小事你要报警？哼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威胁我，苏然，我今天就是把这个玉牌丢到垃圾桶里，我都不会给你。苏然，你就别白日做梦了。今天不仅拿不走这个玉牌，你呀，连待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不是要离婚吗？还待在这儿干什么？出去！这是我的房子，我的东西在这儿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你们真是搞笑，抢我房子，霸占我财产，真是无耻！无耻？哦，啊对，哎，你的东西都在这儿呢，我都帮你打包好了。对啊，不用谢。苏然，赶紧带着你的行李滚蛋，别不识好歹的。哦，你不会是后悔又不想离婚了吧？我们家月月可看不上你这种能人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是我家。苏然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呀？啊，你跟月月离婚，这房子它就属于月月的。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属于我婚前个人财产。他一个出轨女，没有资格在这。我赶你们走，谁也留不住。婚前财产又怎么了？我现在还是你老婆，这个房子它就是我的。哎呀，苏然，黑你还是一个男人，一个破房子斤斤计较的干嘛呀？我在这儿住了10年，我不走，谁说都没用。我女儿说的没错，我们呀就不走，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可是3个人，你以为你说了算吗？我警告你啊，赶快拿你的破东西走了算了，不要把事情闹大啊！行，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似的。那就报警吧，看警察来了怎么说。哦，对了，这次我连伤情报告书都拿好了，咱们新仇旧仇一起报。苏然，好歹夫妻一场，你真要闹到报警这个份儿上吗？懒得跟你废话。喂，110吗？你个窝囊废，你还真敢报警啊你啊！你疯了吧你！现在满意了吗？好了，带着破东西走吧。苏然，你的牌子是我的，老婆是我的，房子是我的，就连孩子都是我的。待在这干什么？滚！滚！走就走啊，不走我就敢搬你了啊！给我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，走走走！快去！家人们啊，最近医院渣女和男小三的事情不是特别火吗？主播啊特意为你们扒到了渣女家的地址，一会儿关注主播直播间，持续带你们蹲守。走，走！啊，有人出来了。记住了，再给你5天时间，要是再不净身出户，就叫你们夫家鸡犬不宁。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垃圾，可就别想着分财产了啊！
他们居然把苏医生赶出家门了。我肾上腺素又飙升了，楚月苏医生比品如还要惨啊！你这么走，就不怕身败名裂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还抢我财产，把我扫地出门，你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报应？哦，报应在哪儿？哎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我只看到了你这样一条丧家犬。好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走。你没事吧，学长？你是？新同学你好，我是医护专业的，是你学长。你就是我学长啊！学长，你长得真帅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报道处。嗯。学长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那你考不考虑我啊？你是陈瑶学妹？嗯。哦，对了，我正直播呢，你不介意吧？直播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好，走。真没想到，毕业这么多年还能见到你。我现在可是网红，千万粉丝呢。手机能不能借我一下？你要干什么？报警！报警！楚约和宋飞霸占我房子，还抢了我一块价值200万的玉佩。我报警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好，不过我在直播呢，你要不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？什么？200万的玉牌，苏医生那么有钱？那钱干净吗？不会是当医生收红包收好处吧？哎，那个谁，你自己穷就别仇富啊！人家苏医生可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区区200万的玉牌，而且那还是人家外婆的遗物呢。对的好，苏阳爸爸可是苏氏集团董事长，赶紧报警吧！200万的东西让男小三把牢底坐穿。哎，好了，看来苏医生还是不习惯面对镜头啊。一会报警能不能也让我们看后续？手机还要借给别苏医生关啊，报警没看够呢。谢谢。喂，我要报警。有人霸占我的房子，还抢了我一块价值200万的玉佩，拒不归还。警察还有半小时的。你的手机呢？这样吧，既然还有半个小时，学长你就先用我的手机登一下你的微信，咱们找点乐子啊。学长，小区物业群你总有的吧？学长，你是正人君子，不懂里面的弯弯绕绕。今天我就教教你，遇到无赖，你除了报警以外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叫借力打力。老婆，哎，来了。你看，这楼下这苏医生怎么回事？前2天网上直播都传开了，苏然他老婆出轨，苏医生辛辛苦苦给他做保胎手术，才发现是小三的孩子，他们还要离婚呢，让苏医生净身出户。我去，那他还把小三接进家里面住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，太他妈不是人了！之前是渣，现在是犯法。哦，那个哥几个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我必须也得参与，我必须得去，我宋浩必须得教育教育他们，这个渣男和小三怎么做人。来了！哎，月月，妈妈专门给你熬了鸡汤，还放了小飞带来的虫草，你好好补补身啊！哎，谢谢妈，谢谢小飞。
外面一直有人敲门铃，不会是素然那家伙不甘心又回来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哎呦，你报警吧！没有看到我在打扫卫生吗？把我的水都给泡洒了！老太太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刚才是你们谁按的门铃？谁？都小天干闹的！我老太婆眼老昏花，哎，上年纪了，老糊涂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啊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怎么了？你还想打我吗？你这种贱人，早就给骗了一批酸面水，这家就好好做人。月，没事吧？真老不死的，早看你不顺眼了。要干什么？还想当老太太呀？他是老人，我也是老人，这老不死的嫌小的事儿。人家怎么不找别人麻烦？还是你家女儿活该！就是你们全家都活该！一家子的白眼狼！你们好了，你们都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呢？学习自治是吧？报警抓你们行不行？啊，停了！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们小区内部的事情。就你这小三儿啊，你有什么自信呢？臭不要脸！就是啊，你个臭小三儿，知错当错，你爸怎么教你的？我要是他们，我早打死你个臭不要脸的了！你才知难当三，你全家都是小三，个老不死的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啊？是不是苏然让你们来的？一定是苏然那个窝囊废叫你们这群人来的，是吧？苏然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做错了事情还要来找帮手啊！不要脸是你们吧？大家只是替我讨回公道。对，苏然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们大伙的，一定替你撑腰。呸，臭不要脸！一定帮你把这家吸血鬼赶出去！呸！苏然，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吗？点小事而已。小事儿，这个可是房子，还有一条价值200万的玉佩。房子是月月的，玉牌也是月月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你又不是没钱，又不是没房，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们不放？出轨的人是你，我为什么要便宜你？行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他们都给我弄走！哟，又是出轨，又想要霸占房子，当时你们敢这么做，怎么现在还怕别人说啊？就是啊，把他们赶出去，别脏了我们小区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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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我说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跟你们都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一个个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阿婷，这已经不是家事了，这已经上升到我们小区的公众形象了，知道不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臭不要脸！对，跟你们呼吸同一片空气，我先走。他们在直播。谁让你们拿手机拍的？谁允许你们一个个拿手机拍的？别拍了，放下！拍什么拍？放下！拍还是拍？别拍了！哦，我知道，你们是苏然派过来抹黑我们的，是吧？刚好他们在直播，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抹黑苏然，把房子给抢回来。苏然，哟，一上线就看到这家人想作妖。刚才把苏医生赶出家门，好好奇这家人还想干什么？老没天理了呀！哎呦，我们家月月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的人，嫁给苏然这个男人。哎呦，他不光带着外人欺负我们，还带着个小三跑到我们家里面闹事。哎呦，我不活了呀！哎呀，大家今天应该先给我评个理。我辛辛苦苦备孕了10年才怀上的孩子，苏然他竟然出轨，今天还把小三带上了门。我没法活了。对，苏然，明明是你出轨在先。月月体谅你，念着你们10年的夫妻感情，没在当众面前揭穿你，你倒好，弯腰一瞅是吧？身为男人，我看得起你。我演的那么好，这下大家肯定相信我。苏然，你就等着被网暴。你胡说八道！哎呦，肚子疼。苏然，你婚内出轨，带着小三过来欺负我们家月月，我们不想与你再计较了。但是这个房子你必须赔给我们月月。干妈，你还真是会
胡说八道啊！我胡说八道？你不是小三，怎么会抓着苏然呢？啊，还跑到我们家里来闹事！姜还是老的辣，我妈可真聪明，这下苏然和那个女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站住！你们还想跑？看到没，苏然，他们想跑。就是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他们怎么是这个分量？不应该是骂苏然吗？苏然，我都已经同意跟你离婚，我都已经同意你跟这个小三在一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逼我？我求求你，给我和孩子一个活路吧。苏然，我要让你有口难言。哎呀，大家给我们评评理吧！这个苏然带着小三，这是要把我们一家子给逼死呀！哎呀，贱人，看我今天不整死你！妈，都是我才把家搞成这个样子的。苏然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楚月还真是戏精，这眼泪说来就来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看看，这魔女心情，真笑死人了。这不只是天，这还是蠢啊！人怎么能蠢成这样子啊？确实，我脑子已经捐了，就看他们演。我靠！他们的戏居然比脑残短剧还精彩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有点不对劲儿？难道是我们演的不好？刚刚谁报的警啊？苏然，警察来了，你死定了！苏然，你完了。是我报的，蒋然同志，他们非法侵入我的住宅，还抢占我的大额财产，有这回事？哎，警察同志，你别听他胡说啊！他跟我女儿两个可是合法夫妻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对呀，警察同志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而且他出轨了，还带着小三上门来要打我，这些可都是人证。对呀，我们才是受害者呀！他虽然贼喊捉贼，不，这大家伙可都是我们的证人呢。对，警察同志，我是旁观者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他苏然先出轨，然后找的小三上门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来说。苏然，这么多人证在这儿，你可别乱说。我们还在这呢，还敢威胁人？蒋然同志，他们霸占我的房子，抢占我的财产，还把我赶了出来，是这样吗？哎呦，冤枉了我的警察同志啊！明明就是这个渣男出轨，还带着小三上门来闹事儿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还没离婚，还是合法夫妻呢，他就要让小三住进去，我当然不能同意，我才是受害者。是小三进门还是奸夫进门啊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能警察也是被苏然这个贱人给蒙蔽了。妈的，我还真是小瞧了苏然这个窝囊废呀！警察同志，我才是受害者呀！他刚刚逼我这个孕妇给他跪下呢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接着说。蒋然同志，我还有一条价值200万的玉牌，被他抢走，现在拒不归还。那是我的，我先跟你说清楚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是要坐牢的。你有购买记录吗？你怎么证明？如果说不上来的话，这牢你是坐定了。给你呗。现在立刻给我捡起来，恭恭敬敬递给我，再给我道歉。警察同志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刚刚就是这么欺负我的，现在比刚刚还要嚣张。我一个大肚子孕妇，他让我给他跪下呢。就是啊，警察同志，你们现在还在这儿呢，他就敢这么对我们？哎，我真的不敢想象，你们要是走了，我跟我女儿可怎么活下去？妈，不捡可以，那跟我们去警局走一趟。凭什么？对不起，大点声。别太过分。对不起。还有你们，收拾东西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我的家里不许你们有一点痕迹。怎么办？现在警察都站在苏然那边。我们先走，以后再慢慢收拾他。走。
真是大快人心啊！说！我靠，早就应该这样。苏医生还真是太惊人了，就应该追究他们3节课责任。太解气了，这3个渣终于被制裁。以后不许再踏入我家半步。你等着，我手里有你盛远集团的把柄，我看着你身败名裂。好，我很期待，到底是谁身败名裂？苏然那个窝囊废，他还真敢报警，我还真是小瞧他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还大着肚子呢。要不然我们就租个房子住。不行，不能住出租屋，说出去多丢人。那就住酒店吧。哎，住酒店可以。哎，最好是5星级的。你还怀着孕呢，要好好休息。对，这个钱我也得让他苏然给我掏。这窝囊废，我还真是小瞧他了啊！行了，住酒店就住酒店，赶紧走吧，别在那丢人现眼的。拍什么拍呀？不行，我得找我爸爸。哎妈，爸怎么给我拉黑了？以后不要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没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儿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你儿子啊，我做什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现在我跟你爸都不敢出门，你以后不要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我爸妈怎么不认我了？你爸妈为什么不认你了？你又怎么了啊？垮着一张脸，跟谁欠了你钱似的，一个两个。刚开始挖我的时候，一个个都说好，现在连电话都打不通，我上哪儿去上班？别提了，我爸妈都不认我了，还不准我回家。这出了什么眉头？月月，你还是先跟我回家一趟吧。你也怀了我的孩子，他们看在未来孙子的面子上，应该会不那么生气。行，就当换换心情。终于能光明正大带你回家见爸妈了。别担心啊，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我爸妈见到你啊，一定会非常开心。爸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不准你回家的吗？妈，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阿姨，我是宋飞的女朋友，这是给您准备的一点心意啊。我们不稀罕你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！我们不稀罕你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！妈，我女朋友第一次上门，你就这么对她？还有脸回来？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她是小三儿啊？不光当小三儿，把原配欺负成那样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哎呀，老宋夫妇他们被这个儿子可坑惨了，我可听说了，老宋的公司啊，好几个投资方因为这个事儿取消投资了。各位啊，小三带着渣女回家见父母了，真不要脸啊！你们赶紧给我滚！我们宋家的人都被你这畜生给丢尽了！到底怎么回事？看小三妈妈的反应，现在也知道自己儿子当小三了。那当然，这件事现在可是全民关注。你们看什么看？还不给我滚！阿姨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进去说吧啊！哼，你还想进我家门？既然你这么不要脸，那我可就直说了，你家里还有老婆呢，你就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。身为女人，我以你为耻。阿姨，咱一定是有误会啊！果然是苏然这个窝囊废搞的鬼。误会？你敢跟我去民政局查一查，看看你是不是已婚吗？妈，就算结婚了又怎么样？而且他马上就要离婚了，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呢。那人家也是结婚了，我跟你爸光明正大一辈子，
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……哎呀，丢死人了！你也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你爸得打死你！赶紧走。妈，月月可是大集团的总经理，年入过100万，本身就很优秀了。她那个废物老公只不过是配不上她。她现在跟我在一起，说明我也很优秀。你还有脸说？爸，你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我还想打死你呢！叔叔阿姨，咱们一定是有误会呀！我和苏然早就感情破裂了，而且他还找小三，我和宋飞才是真爱呢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，苏然这个人最会挑拨离间了。厚颜无耻！一个30多岁有家有室的女人，竟然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！宋飞，你如果还认我们俩是父母的话，就赶紧跟这个女人断绝关系，并且把孩子给我打掉！爸，你说什么？你爸说的对，你必须和这个女人断了，还要和苏然赔礼道歉，求她原谅，要不然我们一家都抬不起头。不行，这肚子里好歹也是您孙子呀！孙子？我们可不想要一个私生子当孙子，我们宋家的列祖列宗也绝对不会同意。爸，你宁愿相信苏然一个外人的话，也不相信你儿子的话。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现在竟然逼我打掉孩子，啊！你如果不愿意，我们今天就断绝父子关系。爸，您难道忘了，我马上就要去龙云集团当总监了啊！等我入职了龙云集团，咱们家的公司也会跟着水涨船高的呀。你以为你还能够入职龙云集团？我们宋家是指望不上了。我只希望你不要拖我们整个宋家入水。苏然这个窝囊废，真是好手段，也不知道他怎么迷惑了我爸妈。小三和渣女说死吧，这对老夫妻还算是明事理，可惜生出这么个败家玩意儿。爸，您怎么就是不信呢？我现在就给龙云集团打电话。不好意思，宋先生，经过公司高层商讨决定，撤回给您的 over， 并且以后龙云集团所有子公司都不会接受宋先生您的简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，以后你不允许再回来，给我滚！走！爸，不准回家。哦，收了。他妈，你给我滚！好了，别哭了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这也没想到，素然这小子的手段这么厉害。我现在可只有你了，你得帮我报仇。上次的事还没好好谢谢你，这次我请客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也有事情想请教一下你。说。学长，你现在是不是打算离婚了？不错。那你离婚之后还会考虑重新组建家庭吗？暂时还没有考虑，不过遇到合适的我会考虑的。哦，那学长觉得我合适吗？我哦，学长，你不用急着给我答案的，我会慢慢等你的。哟，这不素然吗？哟，这不是渣女和男小三吗？你该不会真是小三吧？我说怎么这么愿意帮他们？苏然，你自己出轨还有脸说我？就出轨了。我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，学长找了我也算是因祸得福了，对吧，学长？苏然，你还真是卑鄙无耻啊！明明自己先出轨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你之前做了那么多事，还有脸骂我？我骂你怎么了？你就是个窝囊废，没用的男人。你也是，
我用过的二手货，你还要啊？怎么，有人破防了？拥有的时候不珍惜，现在看学长有了我，就后悔了？后悔？我后悔没有早点抛弃他。我给你当牛做马了10年，你有什么可后悔？当然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抛弃你，我们俩就能早天过上好日子了。你确定跟着他能过上好日子？100%的确定。他心好，能力强，哪是你一个小医生能比的啊？就算你使了阴谋诡计，让我俩暂时找不到工作，但金子总会发光的呀！我相信宋飞一定能成功。你呀，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怎么，看到我比你优秀，你不甘心啊？那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没有公司要你？为什么你爸妈要跟你断绝关系？该不会宋飞的 offer 被取消是你搞的鬼吧？不可能，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龙云集团，所以这一定是巧合。好了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什么。既然今天正好遇到了，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正好离婚，我也不想拖着，但我净身出户，绝不可能。我又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。随便你们怎么做，反正我不怕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那我就只好让你见识见识传说中的网暴是什么样子喽。到时候可别挺不过去，就不顾网暴致死。好啊，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一句，别玩火自焚。我们等着被网暴。你还是太干净了，我们走。好的呢，老婆。学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随他们吧，反正观众的眼光是雪亮的。学长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会害羞的。谢谢你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既然苏然不同意净身出户，那我们就把事情搞大一点，威胁他。你是说把孩子流掉，然后嫁祸到苏然头上，再网暴他？没错，月月，只有这样才能逼得苏然放弃财产呀。我们还可以借机污蔑他，是为了小三才借着手术的名头把你孩子给弄掉的。放心吧，网友最痛恨这种人了，到时候肯定会帮你一起声讨他的，说不定还能把苏氏的股份也给抢过来呢。可是苏然上次说了，我要是再流产，就很难怀孕了。我真的舍不得这个孩子。你那么听苏然的话干什么？你们这么多年没有怀上孩子，是苏然的问题，跟你没关系。相信我，我能让你怀孕1次，就能让你怀孕第2次。我是说，咱们能不能假装流产？别来真的，我害怕。你这么大个肚子，怎么假装？月月呀，这个孩子没了，咱们还可以再要啊。而且我爸妈不是也要求你吗？把孩子给打掉，咱们这样，不就把2边的事情都给解决了吗？所以你是要把我……没错，我把你从这推下去，把孩子给流掉，你应该不会怪我的吧？我这可是为了帮你要财产啊！我不怪你，要怪就都怪苏然那个窝囊废，是他不净身出户才逼得我们这样的。
苏然，我今天准备的很充分，你最好乖乖的答应我，这是最后给你的机会，否则就等着被网暴。你小子最好识时务一点儿，是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各位，我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害死我孩子的那个医生就是妇产科的苏然。月月，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万一这事不成怎么办？妈，宋飞都说了，这种实名证据可信程度非常高的啊！而且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，大家都会同情孕妇这种天生的弱者。我还是一个被苏然抛弃的孕妇呢，大家一定会同情我的。哎呀，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们呢！跟我预想的一样，这一次他们要是不拿出1半的股份给我们，绝对不要放过他们。对，相信我都写在主页里了。苏然他不仅出轨，还为了小三迫害我和孩子。像这样心术不正、医术不精的医生，你们就应该替我主持公道，清理这种草菅人命的黑心医生啊！老公，你看这个渣女竟然开直播了！哎，她看样子是真的流产了，就因为苏医生不同意净身出户，他们就狗急跳墙了。就是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真不要脸，他还拿咱网友当枪使呢。但咱早就知道前因后果了呀。我操，还敢开直播？正好在直播间怼脸骂了个贱人。渣女开直播给苏少泼脏水了，大家快给苏少撑腰啊！以前还愁没地方骂他，现在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就是，我的键盘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骂他，骂他，还有脸出来？你流产是活该！别碰瓷苏医生，你这个不要脸的潘金莲！怎么会这样？不对，怎么网友都在骂我呢？对呀，这不应该是骂苏然吗？渣女脸皮真厚，小三也别躲了，我才是受害者呀！我的孩子就是苏然那个庸医给害死的，而且他还出轨，你们为什么骂我？演技可真好，可以去横店演短剧喽。这不对劲，明显有人带节奏，应该是苏然他爸请的手续。月，别急，继续说，我就不信一个正常人。证据就在这儿。装，继续装，侮辱我的人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你们最近都没上网吧，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？一个丢掉工作，一个爸妈要断绝关系，你们怎么还有脸出来？他们怎么？等等，海市第2人民医院，关号来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还真是关号。那么多粉丝啊！那肯定啊，官号更权威嘛。你就直接 Q 官方，医院不会不管的。那万一要是医院拿我的病历出来说事怎么办？哎呀，放心，根据民法典患者隐私保护条款，他们可没权公布你的病历。而且这些官号一般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他们才不愿意坏了自己的名声。还是你聪明，他们要是不管这个事儿，我就吊死在医院门口。你们说的对，这些人就是苏然请来的水军，我就不信官方也和他们站在一起。医院账号怎么进来了？我看到官方账号，当然第一时间进来了。第2人民医了。院就是苏然给我做手术的那个医院。第2人民医院，我想请问你们，来的正好，当初我就是通过21的直播间知道这个医师资格证，难道要让他迫害更多无辜的人吗？怎么办也不说话，他们继续逼问，上压力。这官方账号没有溜走，肯定是想给你撑腰的。我现在就想请医院给我做个主，我不要任何的赔偿，我就要苏然那个渣男为我的孩子偿命。医院申请连线了，结束连线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件事情。只要热度够高，就能把苏然的罪名给安死。
是苏然。谢谢陈院长给我开直播的机会。各位，我是海市第2人民医院的院长。关于对面污蔑本院和苏医生的事，我院决定由苏医生代表回应。我去，打脸的来了！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还不知道这对狗男女有什么话说。哼，也是时候让这对狗男女就地正法了。关于患者说我手术不当、手术失败一事，是患者以及他的家属要求我进行手术。这个是当时他签的免责声明书。你夸大其词，当时说这个手术只有你一个人能做，我那么信任你，那么信任你，谁知道你的水平那么烂？我说的只是其一，其二，病人术后孩子顺利保住了。你胡说，我这儿有证据。那个证明是你伪造的，为的就是污蔑我，让我净身出户，好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抢夺我的家产以及房子。你血口喷人，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。要遭报应的应该是你们。月月，这网友怎么骂这么凶啊？这舆论怎么一边倒啊？对啊，这明显不对劲。大家不要相信他，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怎么会打掉自己的孩子来冤枉他呢？你们要不然点进海21的官方账号里看看，或许会有惊喜，或者直接上网搜你们自己的名字。看来我还是我们骂少了，他们竟然不知道。假如啊，我让他摔一跤，把孩子给流掉了，这不是那天医院的那个视频吗？怎么会被放到网上去啊？所以那天一直被全程直播了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只有我们被蒙在鼓里。楚月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找不到工作的原因，也是为什么宋飞的父母要跟他断绝关系的原因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的大白孙白死了呀！都怪你！苏然，你那么恶毒啊！你早就知道这一切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不是要我们去死？我恶毒的是你们，到现在还想让我是奶奶。要不是上百万网友在看着，我到现在都解释不清。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追贱人？我怎么工作？笑死！现在知道怕了，这个宋飞现在还脚踏几只船。有人说你乱搞，脚踏几只船，这网友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包真的。他就是为了蹭流量，假的。人家都说了，这些证据都是真的，他愿意负法律责任。好你个混蛋啊！你敢骗我女儿，欺负我女儿，我打死你！为了你，我遭受全网的谩骂，我丢了工作、孩子、老公，你现在还敢玩我的感情？够了！你们凭什么指责我啊？楚月，流产的事情你是不是自己同意的？现在过来跟我装什么装啊？那是因为你骗我！骗你？我骗你什么了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是他妈你情我愿的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有钱，我愿意跟你这30岁的老女人在一起吗？居然骗我女儿！我女儿都被你给毁了！你这个王八蛋！我打死你！看我打死你！苏然，你也看到了，苏菲她就是一个骗子，她骗我的。我也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，你等着净身出户。不能离婚，不能离婚！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因为百万网友在看着，你想为自己谋一条生路罢了。我们还有10年的感情，你不能这么绝情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。这些话留着跟警察说去。什么意思？你跟宋飞污蔑我，构成诽谤罪、寻衅滋事罪，还有之前在医院发生的一切，这些加起来够你吃牢饭。报警了，我会不会坐牢啊？苏然，你个窝囊废，你居然还真敢报警，把自己老婆送到监狱里面去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苏然，我们还有10年的感情，你至于对我感激杀绝吗？你还有脸提？是你亲手断送了我们的一切。是楚约吗？跟我们走一趟。还有你们。苏然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这什么道
虽然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放过我啊！警察叔叔太帅了，正义天使。本次的收入，苏医生干得漂亮，这种人渣全部早就该送进去改造了。希望大家，希望苏医生永远不要原谅佳宇，早日走出阴霾。苏医生，这种人不值得你活。谢谢院长。没事儿，你呀，值得拥有更好的朋友。你怎么都不谢谢我呀？我都等了你这么久。我还需要准备准备。不管你要准备多久，我都会一直等着你。